罗峰，久等了。这个风轮来自荒神族。荒神族，就是那个血统能排进宇宙人类前10的种族。荒神族人以杀戮为乐，被许多组织雇佣为杀手，因此仇家颇多。所以，每一个活下来的荒神族人都经过血与火的洗礼。如此高手，可惜没能为我们所用。开盘了，开盘了！天才战最后一天，不朽强者名誉担保，罗峰对战风轮，2个疯子究竟谁输谁赢？时间不多，赶紧下注！还有我！听我的！我的罗峰兄弟，1比200的赔率，你也太不被看好了！不过作为兄弟，我拿1亿黑龙币支持你一下。看来关注这场战斗的不少啊。罗峰，你是从此一战成名，还是归于沉寂，全在此意了。这是开赛以来我遇到的最强对手，但若败给他，我的实力会在宇宙高层心目中大打折扣，那么获取宇宙强大势力庇护的策略也就无效了。所以这一战，我只能胜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赶紧开始吧！好。好快！还想用以逸待劳的战术？风轮可不是魔锤。如此战斗容错率太低，不能拖延下去。哎呀，罗峰兄弟，看来我得在囚笼下摆出安慰安慰你了。哎呀，安慰安慰我自己。哎，罗峰胜率渺茫，不过他积分足够，即使输了也能保持晋级。战斗还没结束，你就下这样的判断？我已推算出6457104种对决的结果。
罗峰的胜率不足0.01%。那是因为你们的变量部分加上罗峰的杀手锏。还有口气，正好我来看看你支离破碎的可爱模样。我的念力兵器怎么无法召回？你竟然能使用！眼神兵！什么？眼神兵？眼神兵！我很高兴能遇到让我使用眼神兵的对手。罗峰，看来你要一战成名了。眼神兵又如何？
比500的赔率，那就是500亿黑龙币。罗峰，你果然是天才，必须摆一桌庆祝一下。预选赛马上结束，不知道大哥、二哥他们如何了？预选赛结束倒计时：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预选赛结束。接下来的比赛，你祈祷不会遇到我吧？我反而很期待。可恶，那比你怎么没解决掉红，让他也侥幸晋级了。大哥，三弟，表现得真不错。大哥也一样。二哥呢？强，太强了。大哥，三弟，恭喜你们！不过我就给你们丢脸了。二弟遇上了强敌吗？他叫荣军，强大到我现在还没摆脱阴影。进了！他在前10名之内。嗨，别谈这些不开心的，赶紧给你们庆功才是大事儿。走。罗峰，好样的！不愧是我陨魔星弟子，战绩喜人。你不必气馁，遇上荣军那样的对手是运气欠佳。哦，对了，罗峰，预选赛已结束，你就收到了453个通话申请，892封邮件，估计都是来拉拢你的。这下你可出名了。啊！刷新什么记录了？期待！你快过来看看！
大哥，想什么呢？宇宙浩渺无垠，强者多如繁星。你和三弟一直在进步。三弟接受了呼延博老师传承，并有诸多机遇；而二弟你也获得了卡布界主的传承，并有布大人指导。而我，至今尚未获得一位良师的指导。我不知道这样下去，我的修炼之路会到多远并体无之乱。看到他们三人，让我想起过去与莱蒙托、莫雷亚共同创立三府山的那段时光。如今他二人皆为不朽，而我却还在受着界主的桎梏。君主乃界主级巅峰，同级之内绝无敌手。若非君主当初分心钻研时间本源法则，当早已跨入不朽。可如今我大限将至。需将所创参悟秘法传授给一位合适的弟子，才不至一生尽缺，境界失传。君主，此三人是我三府山子弟，由我属下明玉推荐，在界中界时也为三府山立下大功。罗峰，预选赛排名51，此一说明他是黑龙山当之无愧的天才。雷神虽未晋级，但若非遇到荣军，以其实力，应也在入围之列。红，排名999，领域运用纯熟，更是在行星级就拥有了领域。不知此三人中，君主可有中意？剑来！虽然通过了预选赛，但下一轮的对手恐怕没有弱者，必须一开始就使用眼神力，根本没有藏底牌的机会。罗峰兄弟，恭喜你！我就知道你准没错，哥们，我也借此大赚一笔。唉。这次没依靠我老爹，我自己就买下了一颗星球，多谢了。有时间记得来囚龙星，我得好好招待你。好。三弟，快回到虚拟宇宙九星湾，有不速之客。谁？求皇女殿下有何指教？这里只是虚拟宇宙，无需紧张。我来是为了将帝皇的旨意带给地球领主。帝皇有令，若有人能通过接下来的擂台决战选拔，帝国便会为成绩最优者赐予奖励。帝国境内通过预选淘汰选拔的，除了罗峰和红，还有我黄武团的人。所以，奖励的获得者会在我们之间产生。
而殿下却愿意将这个消息带给对手。哼，不管立场如何，由皇族成员登门传达旨意，是帝国出于惜才而展现的礼节。不仅如此，帝皇为表达诚意，设置的奖励也十分丰厚，那就是整个银河系的管辖权。银河系的规模相当于初等文明国度1/10的领地，对恒星级而言算是很丰厚的奖励了。但将银河系作为奖励，未免也太巧了。的确，他愿意亲自传信，一定别有用意。那位于银河系内的地球，是否也包括在奖励之内？银河系共有21万颗生命星球，地球只是其中1颗，不具备特殊价值，自然包括在内。黑龙山帝国境内共有8000多颗星系，为何偏偏选择银河系作为奖励？奖励内容由帝皇与皇族成员一同讨论拟定，当然，我外公也参与其中。失去银河系，就等同于失去地球主权。部落林他们正是看准这一点，才会设法让银河系作为奖励。罗峰，再拖延一下。辛苦殿下专程前来，只是我们眼下应该专注于天才战，银河系相关事宜，不妨等休战期结束再做讨论。哼，容我提醒一句，拖延战术的适用场合是有限的。银河系的归属权会在优胜者出现后即刻产生变动。银河系隶属帝国，帝皇处置自己的领地不受休战期协议约束，如有拖延，相当于违抗帝皇的旨意，而这意味着与整个帝国为敌。倘若我们遵照帝皇旨意，最终夺得银河系，那殿下也不能违抗，对吗？我很期待再次与皇武团成员同台竞技。一切在天才决战中见分晓。慢走不送。罗峰，好好珍惜你作为地球领主的最后时光。届时，你必须和你那些地球的所有土著一起，迎接银河系新主人的到来。卡巴塔，擂台决战选拔有多少名额？通过预选淘汰选拔的有100100人，其中最优秀的100人能直接保送到第2阶段，而擂台决战就是剩下的10万人来争夺900个名额。虽然困难，但要保护地球，只有赢下擂台决战选拔。参加擂台决战选拔的黑龙山帝国境内只有3人，偏偏罗峰他们占了其中2个名额，万一将他们淘汰即可。多人混战的分组结果已出，红和纳比尼刚好被分到一组。当时
红在第72世界区的排名是999，而纳比尼是223。红会领教到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。这次由大哥打头阵，老三要等到明天再比。你可要好好表现，给老三树立榜样。大哥，和你同组的纳比尼隶属黄武团，大概率就是部落林口中与我们争夺银河系的人，你要小心。好。叔叔，实时观战人数已超过10亿。各位，第161组比试即将开始。在场的100人中，只有10人能通过选拔。斗武场的战斗空间会随时间推移不断缩小，请各位保持警觉，战至最后一刻。在混战规则下抱团行动，前无皇族成员果然团结。对方实力强大，只有先限制他的行动，才能找到破绽。你的土之领域的确很强，不过仅此而已嘛。魔锤，他被我击杀后，在积分减半的情况下仍能入围，足见他的实力。没想到这就被淘汰了。和他交手的是，是当初把我淘汰的荣军。大哥，希望大哥不要在附近，希望大哥不要在附近，希望大哥不要在附近。荣军所在的中央区域人员密集，战斗激烈，而不断收缩的边界区域又缺少闪短腾挪的空间。红不在上述区域，相对安全。有人在迅速靠近，是纳比尼。对他来说，淘汰大哥就排除了一个和他争夺银河系的人，他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外公，纳比尼跨越了大片区域，总算找到了红的踪影。很好，他眼下的第一要务就是将红淘汰。
我们的再会可真是命运的安排。可惜，你的出现方式往往都不甚光彩。你的出招相比之前又迅猛不少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无需再留手。能将冰雪操控到这种程度，看来纳比尼已经踏入了水之本源法则的门槛。水之本源法则。宇宙8大类特殊能力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风、雷电、光线。其中，你的能力是金，雷神是雷电，红是光线。而对本源法则感悟越深，特殊能力也就越强。红还没有跨入门槛，会在交手时吃亏。你在本源法则感悟上的落后，是无法用领域弥补的。银河系将归属于我，我劝你安心做个腐朽的臣民。好，你妄想了！大哥突破了，红在关键时刻将6重领域突破到7重，这令他在领域内速度飙升，令对方陷入被动。真是个韧性十足的战斗天才啊！真是难缠！机会来了，有人接近，行动迅速，看来是高战力人员。他在第88世界区排名前3，是场上最不好对付的。荣勋，展开领域的损耗太大，大哥已经无法维持。就由你帮我招待他吧。无趣。战之力竭，却仍不露怯，你值得认真对待。
161组10名入围者已选出。抱歉，现在担子都压在老三身上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哪次不是被逼到绝境，最终都化险为夷了？擂台决战，我一定会占上一个名额。虽然此次战败，但红体线的成长性仍旧宝贵。说起来，他和罗峰通过预选淘汰选拔的事，三府上还没有表示。你筹备一些有助于修炼的宝物，给他们送去吧。是。要是稍有差池，银河系就要拱手让人。但这时候，我更不能漏气。罗峰兄弟，你可要争气啊！最近荣军十分活跃，依你看，纵观所有宇宙国，能与他匹敌的有哪些？据我所知，有荒蛮宇宙国的异星乌卡，蓝庭宇宙国的蛮牛陇云，红谷宇宙国的幻魔加莱西。他们或是对法则有极深的领悟，或是取得耀眼战绩。最值得注意的是，诺亚宇宙国的死神博兰。我认为他的综合实力在荣军之上。那前无宇宙国的其他天才与他们相比呢？我查过他们的战斗数据，与各国的顶尖天才仍有差距。而相对优秀的罗峰，经初步估算，也有数万人的实力高于他。天才战果然是聚集了全宇宙天才的盛会。不过，兴许是战力数据没有反映出罗峰的实力。就先看看他在擂台决战上的表现吧。重压在身，我难以保证自身发挥不会受到心境影响。但至少，我会告诉自己，放开手脚，尽情一战。哼！场上公认实力最强的是普希金，据说他的金之领域非常特别。其次是普希光，他能急速高热能光线进行攻击。你就是罗峰。拜你所赐，我们前无皇族的很多兄弟都被提前淘汰了。场上近半数都是前无皇族成员。还有普希金、普希光领头，这小子怕是被吓惨了吧？比赛即将开始。如果你想跟他们会合，哼，我不介意帮你一把。先杀了罗峰。明白。
战斗开始。这趁战斗空间还未收窄，用我的远攻优势，尽快消灭对手。他的招式竟蕴含精致本源法则的力量，怎么这么强？一群废物！他的攻击射程远，破坏性也强，绝不能被击中。幻剑士，还是没法完整使出幻剑式，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心之领域。领域都在体外展开，而他的精致领域竟能凝聚在体内，大幅增加身体强度。要突破包围，恐怕只有利用金角巨兽对金属性能力的深刻体悟，通过他的视角，将普希金的能力看破。普希金引导金属性能量的方式，似乎唤醒了一部分金角巨兽的远古记忆，是恒星演化。普希金对金属性能量的运用，与恒星演化过程中内核重元素的聚合方式极为相似。这一定是他经过对宇宙天象的长期观察，才能将其化用。但是，得益于金角巨兽的超长寿命和记忆传承，让我能即刻领略恒星演化的奥秘。若我加以参考，将眼金兵的9把剑收敛凝聚的话，
空袭机，救我！想靠队友换来胜利，休想！战斗结束！宝贝们晋级了！耶！恒星级就能施展幻剑式，代表罗峰已对金之本源法则有所领悟。这一战后，看谁还敢说我们黑龙山帝国弱！让我们为罗峰干杯！老三他做到了，老三他做到了！或许在不知不觉间，会被拉开差距。您是降天陈元帅。红，我要带你觐见一位前辈。红，这位是三府山的创始人之一，骆大人。感觉自己正被一股无形的能量包裹，却没有丝毫的攻击性。这位前辈对力量的操控能力可见一斑。红，你在天才战中的表现，我一直有所关注。你的光线能力与我相近，我认为你很适合当我的弟子。骆大人，我很荣幸，但有不少天才的实力在我之上，您为何会选择我？对于度过漫长时光的界主而言，一时的强弱没有意义。我跨越近千个纪元，漫步在悠长的时空坐标。我曾流浪到宇宙最遥远孤寂的边缘，也曾目睹上千个文明兴亡，甚至见证了自己的故乡被红巨星吞没。一切生命都会随时间消散，就像沙粒落入荒漠，水滴汇入大海。我一直不知道要如何对抗时间的虚无感，如今终于找到了答案，那就是传承。传承。从你的眼神中，我看到了以前的自己，那个无惧生死、保持着变强信念的自己。若你能学会我的本领，并将它代代传承下去，那么，这就是我曾存在过的证明。骆大人言辞恳切，而我又急需粮食之道，或许。但是，作为界主，我已时日无多，我会到各处历练，
争取在大限到来前突破。你如果愿意拜师，就需要跟着我，在宇宙度过2万多年的流浪生涯。红，2万年看似漫长，但从宇宙尺度衡量，不过须臾一瞬。跟着骆大人在外历练，付出这点时间是值得的。承蒙厚爱，但我的故乡此时正面临外部势力威胁，伙伴们都在拼命抗敌。当大哥的，怎能临阵脱逃？在威胁解除之前，我不会抛下一切去宇宙流浪。红，你真的要拒绝这次机会？骆大人对抗世间虚无感的方法是传承，而我的方法是守护。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如果你的故乡你确保无虞，届时我会再次等待答复。感谢理解。红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应该前往宇宙历练，而不是止步于此。多谢提醒，这对我个人而言确实是最优解，但对地球却不是如此。守护地球正是我努力变强的意义所在，请你理解。要经历2万年的流浪生涯，大哥确实应该谨慎考虑。老三，听说前无宇宙国也在招揽你。我回绝了，他们不会干涉黑龙山帝国在银河系上的决策，那加入也没有意义。眼下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擂台决战选拔。接下来将进行1对1的单人战，如果罗峰连赢4局，就能通过选拔，夺得银河系。但这一轮的对手都是1万天才中的佼佼者，罗峰可能会在第3战遭遇纳比尼，第4战遭遇龙君。这个龙君，是不是咱们3个都要碰到他一次？之前是巧合啊，但这次是公司有意安排的。强强碰撞能更好的激发潜力，即便中途输掉，他们也能进入战败组，继续争取名额。战败组争取名额会艰难得多，所以罗峰得确保一路胜利。战斗开始。拜见哈格雷夫大人，九皇女殿下。这是特化型血统净化剂，服用后你对本源法则的感悟会更敏锐，只不过会经历一些痛楚。纳比尼，夺得银河系，不仅是我黄武团进一步壮大的契机，也是属于你的荣耀。擂台决战第2轮第3战，罗峰对阵纳比尼的比试。战斗开
开始。一旦被他的冰雪限制住行动，我的攻势便无从施展，必须以力破局。换剑式！冰之领域。罗峰已被近身，他没机会了。糟了！大比尼曾在半人马座的玄标星云历练了很久，在近乎于绝对零度的极寒中，他领悟了冰之领域。在该领域的侵蚀下，罗峰只能成为待宰羔羊。这下麻烦了。慌什么？为了应对冰之领域，罗峰可是专门去白兰星修炼了一场。很快，你就能看见成果了。遁天梭第二防御形态。剑去阵！就算你能冻住我，也冻不住我的精神念力。现在你要如何突破我的防御？你无节制的使用寒气，力量会迅速消耗殆尽。不妙，净化剂虽然强化了他的领域，但也加重了他的身体负担，必须速战速决。现在轮到你接招了，换剑式！冰之领域负担极大，虽在虚拟空间，亦会对心神造成极大损耗。此战到达了你的能力上限，你已对我构不成威胁。转告你背后的人，别再妄想得到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东西。本场比赛，罗峰胜。
如此一来，那比你只能和其他败者一起参加轮回战。或许他还有机会拿到剩余名额。三弟好样的！再赢一场就能晋级，得到银河系主权。只是下一站的对手荣军实力可怖，我先前与他交手时，就能感受到我与他的巨大差距。确实，荣军的实力明显高出其他参赛的天才一大截，我在他面前连一招都撑不过。从战力上看，荣军的数据比罗峰高出55.16%。往年同类型战力差距的比赛中，弱方获胜的概率只有0.02%。而在那0.02%的比赛中，翻盘都是依靠战术。罗峰，这是我收集的荣军战斗资料，你需要从中找到突破口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罗峰，一向低调的他，终于在擂台决战阶段厚积薄发，无可匹敌。荣军单靠气势就令无数高手畏惧，一路高歌，无人可挡。当隐藏实力一鸣惊人的他，对上一路猛进无人能敌的他，罗峰与荣军两位前无宇宙国的绝世天才即将展开巅峰对决。绝对荣军赢，他每局都碾压对手。主人，要下注吗？这荣军看起来也太强了。他的目光竟让我感受到了威压。我会先击败你，再自我了结。什么？高密度的轮回战对我的修炼很有帮助，我一定会去参加。不过，作为对手，还是希望你能坚持得久一些。比赛开始。好猛烈的力道，难怪能击败大哥二哥。老三撑住！金之领域。换气势！有意思。这罗峰的念力消耗巨大，若找不到破局之法，则绝无胜算。他竟能硬生生破掉幻剑士，这是绝对的力量差距。看来只能交出最后的底牌了。
星级7阶，竟能将衍神兵分化为2把幻剑。天才战将参赛者实力统一设定为恒星级9阶，罗峰正好利用了规则，而且双幻剑带来的不只是战力的翻倍，还有战法的变化。我从荣军之前的战斗中发现，他在抵御高频攻击时，身后会出现微小破绽，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快。机会！土之领域。三弟，扭曲周身空间，使身体实现量子分裂，且2个都是实体。这与金角巨兽记忆里的秘法绝对空间有相似之处。秘法第1层可使金角巨兽生出无实体残像，但我若能观察出龙君周围空间波动的规律，也许能运用在人类本体上，利用速度来改变空间中的引力，造成空间扭曲。原来如此。哇！你竟也能分出幻身！赢！没有实体的残像。看来你念力已尽，认输吧。还没结束。我已看穿你的把戏，在后面。众军，都是残像，但我不是。原来你还有念力。对啊！本场比赛荣军胜。差一点就能与荣军战到此节，三弟的名字也将同样响彻整个前无宇宙国。罗峰，轮回战对我已无意义，与你一战足矣。
希望下次我们再战的时候，你能给我更多惊喜。太精彩了！荣军，罗峰，有趣。你们姑且有了与我一战的资格。荣军可以说是前无宇宙国近100届最强的第一天才，而罗峰的小家伙，暂时冷静，不知变通，陨落概率低，日后必也大有可为。精神念师绝不能被武者近身，若我足够灵活，或许还能有转机。接下来不仅得苦修空间秘法，还得升级飞行念力兵器。风，虚心，三弟，别气馁，只要稳扎稳打，就一定能通过轮回战，保住地球。按照赛制，你在轮回战期间，一天要战斗10场，持续3年。我会为你量身定制训练计划。另外，我已将遁天梭升级为5阶念力兵器——暗云梭，它可以大幅提高你的飞行灵活度上限。相应的4种形态也都有所强化。你得抓紧适应。好，开始训练吧。这次又是和哪位前辈过招？主人的5大不朽仆从中，以救下的身法最为迅疾莫测。它来自距地球10亿光年的巨矩星系，曾是宇宙中有名的妖族星道。妖族。妖族是宇宙6大巅峰族群之一，虽为兽身，但智慧与人族不相上下，且天赋更高一筹。比起科技，妖族更为仰赖身体基因，故而极为重视血统。救下作为低血统的卡图族战士，因不满妖族皇族对低血统妖族的压迫，在妖族征战人族时，从一众不朽强者手中偷走皇族信物，搅乱局势，导致妖族大败。主人也是在那场大战中与他结缘。我已将救下的复制体设定与你同级，你若能经受住他的考验，就能获得巨大提升。我已将救下的复制体设定与你同级，你若能经受住他的考验，就能获得巨大提升。嗨，救下，好久不见了。是这样啊。救下前辈似乎和多一前辈不一样啊。行吧。还是舅哥靠谱。小子，先试着在我手下撑过1分钟吧。
永远快不过进攻的人。你该创造自己的节奏。感谢前辈赐教，那就让我们开始下一个回合吧。轮回战开始。下一场，罗峰对阵纳比尼。罗峰，我苦练3年，这一次就让你见识到天才与凡夫之间的鸿沟。开始。他是罗峰，不可能，短短3年不可能精进到这种程度。与你的差距却越来越大。纳比尼淘汰，罗峰轮回战9374场全胜，成功晋级为前无宇宙国前1000名，进入天才战第2阶段。你是一个善于制造惊喜的对手，罗峰。罗峰不过一个地球土著。怎么可能击败纳比尼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布洛林，你若一直被情绪左右，何时能成为真正强者？这罗峰确实是天才。3、2、1。恭喜三弟晋级天才战第2阶段。哈克雷夫。罗峰，我奉黑龙山帝皇之命宣读声明：因你已成功进入前无宇宙国前1000名，现将银河系管辖权交予黑龙山公民罗峰，从此罗峰为银河领主。银河领主，老岂不是银河领主的大舅子？以后在地球可以横着走了。
情况属实，哈格雷夫还不敢在黑龙山帝皇的圣域上做手脚。看，最新的声明也已通报整个黑龙山星域。罗峰，恭喜你成为银河领主。恭喜。多谢降天真元帅，明玉先生。管辖星系，可不比修炼进阶，其中枝节繁复，若有不通之处，尽可向明玉问询。是。我居然成为了银河系领主。三弟啊，为了地球，为了太阳系，为了银河系，整个银河系几千亿颗星球，21万颗生命星球，想不到短短几年，罗峰兄弟竟然成了银河系的领主，而我。您购买的一颗生命星球已到账，已支付500亿黑龙币。主人，您怎么了？莎莎，你看，当初救下我的人，竟然已成为银河领主。我第一眼看到罗峰，就知道他绝非凡者。几次主动结交，我真是独具慧眼，目光如炬，高瞻远瞩啊！对不对？高升，高升！要是这次压罗峰兄弟赢，又是一笔大财，可你偏偏没有下注。真是个天才，正常，就是天才呀！这件事啊！哎呀！银河系，罗峰，我们看到了你的起点，却难以仰望到你的终点啊！这次决定了吗？谢谢你当初的建议。三弟现在已为银河领主，我也可以暂时放下重担。好，期待下次相见时，我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你。宇宙再会。帮我拍个照，就来，让我看看。大哥，你真的要跟洛走啊？老三成为银河领主后，布洛林已无法对地球构成威胁。看我的！继续留在地球，无助于成长。
我可不想有一天，连你们的忙都帮不上了。大哥决定了。好，我们支持大哥的决定。2万年，一直以来，我拼命修炼，是为了能与您并肩。但还是追不上您的脚步。即便相隔1万光年，每当夜幕降临，我们抬头仰望，看到的仍然是同一片星空。我想，这也是一种永恒。第一月老，此去路远，江湖再见。地球主权已经无需担忧，老三，你可以轻装上阵了。的确。但和全宇宙最强的天才们比拼，是绝无仅有的机会，我不能有一丝懈怠。你终于来了。通过拍卖所得的魔杀族皮肤孕育的分身，快要完成了。魔杀族作为能量生命，没有固定的外形。虽然等级上不如金角巨兽，但也有宇宙级2阶。体表密纹蕴含着空间本源法则的力量，在密纹加持下，我记忆中龙君分出换身的情景，细节愈发清晰。而这些细节能帮我突破修炼绝对空间时的瓶颈。此前，我只能生成没有实体的残像，而现在，我也能和龙君一样，分出具备作战能力的换身。罗峰在变得难以命中的同时，还通过换身丰富了进攻手段。
还早着呢。我杀祖为神，这是给你的人类身体更无解，暂时就弥补不了我们之间的力量差距。还没有结束。虽然我人类形态只能施展出5个幻神，但金角巨兽形态却能施展出9个。前辈，请指教。罗峰作为银河领主，麾下有21万颗生命星球，实力规模远胜于我。继续留在帝国境内，只怕会被清算。主人，我通过庞大的数据和智能算法进行逻辑推演，并得出结果。对您而言，最佳方案就是离开黑龙山帝国。主人。外公，刚才三府山成员向帝皇报告，控诉我黄武团在界中界滥杀，要追究我们的战争罪责。罗峰成为银河领主，意味着三府山与黄武团的实力天平有所改变，三府山自然具备控诉的资本。目前帝皇会顾及皇族颜面，不会偏向三府山，除非罗峰继续打出风头。我的金角巨兽已经是宇宙级9阶，魔云腾达到了宇宙级6阶，而我的人类分身也达到了恒星级9阶，而巅峰对决的日子就在眼前。一路走来，能从8225亿名参与者中成为最终入围的1000人，实属不易。红哥也终于走上了自己的修炼之路，那我更不能就此松懈，因为
整个宇宙，总共1008个宇宙国的天才，都汇集在此。我要做的是和这些顶尖天才们同台竞技。这是韩女计划。死神伯兰，外界在传，有位名叫伯兰的天才，实力是本界无可争议的第一。原来就是他。大明星，受到万众瞩目的感觉如何？南卡辛乌卡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哼，这位姑娘倒是挺大方。她是满卡星的公主乌卡，不仅天赋高，而且性格讨喜。相对的，天才中还有一位令人避之不及的存在，那是幻魔加莱西。据说他从头到尾都没出过手，只看了对手一眼就将其击败，需多加小心。是那个梦罗一族的女孩。我记得梦罗一族有个叫光剑爱臣的，实力非常可怕，有冲击前10的潜力。竟是这么温婉恬静的女孩。尊者主持比试，他当年参加天才战，就是那一届的第1名。以尊者为名号，他的级别可是在不朽之上的宇宙尊者呢。宇宙尊者，那可是能统领宇宙国的存在。统领宇宙国，1008个宇宙国，每个国度各出1000人，共计100万08000名天才。欢迎你们参加天才战第2阶段选拔。你们当中最强的1000人，会成为我公司的核心成员。在场的都是一路拼杀出来的精英，结果入选的只有1/1000。比试内容是闯试炼塔，一共7座试炼塔，每座试炼塔有7层，对阵的敌人各不相同。闯过越多的层数，就能获得越多积分。在一座塔内死亡，视为该塔闯关终止，可继续闯下一座试炼塔，直至全部闯完。最后以总积分排名选出7300人入围，其余人
部淘汰。这是我。现在，试炼开始。试炼塔第1座第1层，血毛猛犸1万头。考核开始。闯塔杀敌，感觉又回到了精英训练营的时光。第一次见到大哥也是在那个时候，他正在数十万荒年之外努力修炼，我也不能落后。第2层，第3层，第4层。每上一层，敌人的防御、攻击速度都在呈几何级增长，进攻越来越变化莫测。全部7层也并非易事。第7层。第2波试炼9头蟒蛇1万条。这个波兰果然够狠，一上来就冲在第一，而且只有他冲过了第1座第7层。他积分升得好快，已经远远将第2名甩在了后头。因为别的人还在闯第2、第3座塔，他已经在备战飞鸿了。倒帮我们前无宇宙国的荣军和罗峰，差距有点大啊。将与往届这次加入了其他族群的敌人。人族与外族战事不断，稍有失利，就会牵动整个族群的命运。天才战的选拔不只是为考核，更是为将来的族群战争挑选出合格的战士。他们必须有能力面对各种不同的敌人。第5座试炼塔，机械族傀儡100具。
这座塔的敌人，给我一种心悸的感觉，这在之前不曾有过。试炼塔第7座，重组母巢。这是第31号国民遗迹，这也太像了。如果它真是重组母巢，那又为何会出现在地球？战士智慧低下，但进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。在风创意识的驱使下，哪怕牺牲多半成员，他们也不会退却。真正核心。徐心，徐心。如何灵者，无论相隔几亿光年。怎么了？徐心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
精神攻击，我竟一时陷入恍惚。黑暗透彻心骨的凝视，仿佛来自宇宙深处。这里屏蔽了外部信号。我得用分身联系阿瓦塔，让他明白。阿瓦塔，31号国民遗迹是怎么回事？它的确是虫族母肠啊！是主人在人类疆域外的战场上与虫族拼杀后拿到手的，却不料由人类的不朽强者为了抢夺虫族母巢，一路追杀，他因此身受重伤。为保住虫族母巢，最后将它藏在地球。虫族母巢竟然能引起不小的机遇，那为什么当初诺兰山没有打他的主意？我搜索过阿图体的记忆，发现一条被隐藏很深的数据。诺兰山也曾非常关注这个母巢，但他经过观测后，认定风险系数过高，严禁诺兰卫接近。恨不得挖空地球保护的诺兰山，就这么放弃了？那虫族母巢的等级到底是多少？借助级。你在试炼塔对战的母巢，大概率是经过削弱的。即便是削弱后的母巢，也仍然可以无限产出虫族战士，利用绝对数量优势将对手淹没，而借助其虫族母巢，甚至连诺兰山都避之不及。阿巴塔有没有办法消灭？以主人的强大，也无法摧毁。他现在正陷入沉睡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这对地球而言，绝对是个定时炸弹。万一他被唤醒了呢？那不正是你在试炼塔里经历的吗？你就在战斗中寻找应对办法。诺兰已经开创第7座试炼塔最后一层了，荣军、乌卡等天才也不遑多让。反观罗峰，排名一直停滞不前。罗峰面对的虫族女王精神念力的数值有些异常，查询相关异常现象。根据系统日志，近5万年内与数值相关的异常现象共有3次，其中2次的调查结果都指向外部入侵。苍伯，即刻命人检查系统。虫族女王作为母巢核心，是首要的斩杀目标，但她有虫族战士和虫族母巢的双重庇护，只要有一点反应时间，就极能命中。那我只能找出比眼神电更快的攻击方式。首先，要佯装与虫族战士陷入酣战。虫族战士的舍身冲刺，往往是为女王的攻击提供掩护，而我
正是等待此刻。那就来试试这一招。火焰！